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2月20日。那么，先回答网友几个问题啊。有的网友呢，他问我，他说这个你是不是转成财经博主了？我呢，其实真的就不能算是博主啊，我自己觉得啊，因为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也没有想过啊，就是要把这个博主啊什么的给当做一个事业啊，或者说当做一个工作应该来说连兼职都不算。我这个账号啊，你看注册是在2013年还是14年啊，都很多年了。这么多年啊，这个账号注册了也没用过啊，就登录都不怎么登录的。所以呢，也是就是我移居了海外啊，我就觉得录一点日常的生活，或者说就是丰富一下我自己的生活吧啊，我只能这么说啊。那我自己也不算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啊，就肯定跟那些专业的博主什么，不管是在能力上啊，或者说这个谈吐啊，对吧？肯定还是不能比的啊。所以呢，我只是自己搞着玩玩啊。那么日常当中生活发生了什么呢？那我就觉得有意思的，我就给它记录一下，或者说我最近在干什么，对吧？我觉得有意思的，我就记录一下。日常当中其实正常人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没有那么的精彩的，对吧？就我不可能去为了拍点视频啊，然后我今天明明不想去吃饭，或者说明明我不想去那里玩，我跑过去就拍一下。其实我在这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平时就拍视频，拍这个大街上，这里没有什么人会用个手机去拍什么东西的。餐厅也是啊，或者说那个喝咖啡啊什么啊，就突然你拿出个手机啊，然后拍，很突兀啊，这个是一点，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句实在的啊，可能在那个就是在有些地方吧，可能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对吧？但是在这边的话，没什么人会这么做啊，这是第一点。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去拍一些吃饭的镜头什么的这个菜都冷掉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拍过，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啊。就你要是拍这个东西，你想好好的吃饭，就不可能的啊！你给他一拍，然后你饭也冷掉了啊，你也没有心情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权衡下来，肯定是吃饭对我来讲更重要一点，对吧？我肯定想好好的那么饱餐一顿啊，所以我不怎么就是想就是在这种给自己压力的情况下面我去录点什么东西。那么我顺便比如说今天到这边去玩了，或者说我今天去哪个餐厅吃饭了，去逛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意思啊，然后我也很自然的我去比如说录一下了，那我就发一发，是吧？那可能有的你们也不喜欢看觉得发的不好，拍的不好那这个也没有办法了。那还有些人他一直说我这个说话速度慢或者什么很啰嗦之类的这个我也抱歉因为我也不是什么专业出身，对吧？就是一个普通人拿个手机拍一拍。所以呢，这个肯定跟许多专业的这些博主职业的这些肯定是不能比的那么只能说抱歉这个没有达到你们的预期，好吧？那么废话说完了又啰里吧嗦的说了几分钟，那接下来说一些今天的正题。那么今天我想聊一下几个点，就是也是对金融财经方面的一些观察吧因为我最近我在干嘛呢？我最近一直在关注就是有哪些可以投资的
标的啊，不管是股市还是一些其他的理财产品，对吧？这个是第一点啊，因为我喜欢研究这个。第二点呢，就是那个我平时现在玩游戏啊，打那个 Diablo， 就是那个暗黑破坏神啊，最近也就玩玩游戏啊，然后还有就是看看，像我上油管我也会去看一下那个做美食的人啊，我很喜欢看他们做美食的人，我觉得看那些视频很解压，他们不管是做点心啊、做菜啊，我很喜欢看这些视频。然后我自己平时也做啊，买了菜回家做包子啊，做什么点心啊，做的也不好啊，很多都丢掉了，但是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好吧，那话又说回来，又说远了啊，就是首先呢，就是大家现在聚焦在就是俄乌要停战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上，就是由川普先发表声明，对吧？说要跟这个俄罗斯这边要进行谈判，并且这个谈判呢是他们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谈，对吧？那乌克兰这边好像就觉得没有他参与啊，反正就欧洲这边也是的，就对这个事情呢，反正从政治上来讲，对吧？大家觉得怎么好像美国有点问题，好像抛弃了盟友啊，就是反正就大致意思是这个，有一些批评啊。那么就这个事件本身如果来看呢，我觉得从策略上来讲啊，就是从这个战争谈判的策略上来讲，我觉得川普他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啊，因为首先之前那些年这个战争也一直就打了好几年，是吧？那战场上并没有取得优势啊，那么导致现在就是要谈判啊，凡是这种谈判肯定是双方都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对吧？一旦就是双方有明显的优势，那肯定是不愿意谈判的，肯定要继续直到胜利一方出来，对吧？那么你既然是谈判，肯定是先灭火了，对吧？那就是所以我觉得川普发了一些言语啊，就肯定说这个战争很愚蠢啊，或者怎么样，他肯定是灭火，对吧？他不可能说用一些批评指责的这种去跟俄罗斯谈判，这个人家肯定也就觉得你这个谈判没诚意，是吧？谈判肯定是要双方先要有诚意，起码态度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川普这样的一种形式呢，他是有诚意的要去谈判的跟过去的之前的那1-2年里面说的那种谈判呢是不一样的。过去这种就这边说谈判其实从这个发言上来讲看起来双方还是都没有这种意向就感觉没有诚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谈判如果就是双方都是很多人去谈，这个肯定也没有办法，对吧？没有办法去统一的这个意见肯定是人不要那么多，对吧？如果又是加上欧盟这么多国家，又是加上乌克兰又是那这个谈不完了，对吧？因为像那个乌克兰这边提出的要求，说什么就是所有领土要归还或者说要去让那个普京把他抓起来还是什么，反正就这个这个东西就是应该来说就在谈判当中可能目前的情况是做不到的，对吧？就你战场上如果没有取得很大的优势，那谈判桌上你只能就是双方去往一个双方理想的方向去谈，对吧？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市场上怎么看呢？我们看看市场怎么看。那虽然就是这个政治上，对吧？各国领袖肯定提出了怎么样不满或者不爽，但市场上现在
欧洲的股市啊，大家去看啊，就是截止到昨天，欧洲股市创下历史新高啊，不管是德国的啊，还是什么欧洲其他的什么指数，都创下历史新高啊，很多股票都涨了飞起来。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啊，说明就是市场对这次俄乌停战的前景是很看好的啊，就大家觉得俄乌战争打了那么多年啊，这个之前觉得啊，这个风险会不会继续加大，对吧？啊，有没有可能引发核战啊，甚至这个更大的破坏啊？那么市场上肯定现在这种历史新高，欧洲股市创历史新高啊，那么应该来说市场上是判断这个战争是能够结束的啊，在未来。那么我个人的判断呢，我觉得呢，就是啊，这通过谈判一直到真的这个战争结束啊，差不多应该要6到10个月啊，我认为是最快的啊。首先肯定是先是意向性的双方去先停火，对吧？啊，先不打，然后再是把这个条约什么的签了啊。那么这个跟经济有什么关系呢？啊，我觉得对于欧洲的股市来讲，现在肯定不是啊，就是一个高点。现在虽然是已经创新高了啊，但是过去俄乌战争那么多年，那个欧洲的很多股票也好，或者说很多资产也好，是被低估的。那么现在就是很多风险资金肯定进来了，对吧？啊，就是像现在这个一旦要停战了嘛，那么原来低估的这些资产啊，肯定会被那个风险的资金啊，愿意投资的人就是会看过来，因为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利好啊。这一个停战以后，肯定双方会很多年啊就不会再陷入这个战争啊。就是如果真的停下来啊，如果真的停下来的话，因为你看这个，就普京的年龄也不轻了嘛，对吧？啊，就肯定啊也要考虑很多问题的，就不可能说再过1-2年又开始打，对吧？所以这个应该来说，这次谈下来应该就能稳定很多年啊。所以我觉得呢，不光是欧洲的股市，包括美国的股市啊、中国的股市、全球的股市呢，应该在2025年、2026年、2027年啊，应该都是向上看的啊，因为不太会有别的大的这种战争比目前的这个要有影响力啊。当然了，这个当中是有反复的，对吧？因为现在整个战争的调停啊，肯定是需要时间的。那就像黄金一样啊，黄金我之前说了，我是做空的，看空的。那么这2天，尤其是今天啊，它又涨了一些，对吧？涨到2950吧。那么我呢还是看空的，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之间有反复，肯定是正常的，对吧？啊，因为它这个包括你说，比如说他说现在要停火、要停战啊、要调解，但调解当中也会有这方面不满意，那方面不满意啊。你比如说乌克兰不满意啊，并说我们不会接受，或者说欧盟不满意，那这个就会变成反复，对吧？那又会产生一种波动啊。当然，黄金的因素是复杂的。那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关于川普的说这个黄金的有关的一个内容啊，我给大家也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就川普呢，他说这个，就美国政府这边就抵押在那个美联储那边的黄金资产呢，他觉得被低估了就美联储那边，它那边的价格是多少呢？只有40美元一盎司要知道现在市场价格是3000美元一盎司，对吧？那川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黄金储备在你们这里40美元低估了，所以呢，美国
理论上它的经济是很强劲的，它有这个实力，对吧？因为这么多黄金呢，按照市场价是多少钱，是吧？不是$40啊，$40都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么这个新闻呢，就很多观察家啊，很多经济学家呢，就说呢，这个黄金还要大涨啊？为什么？因为川普说他要重新就是让美联储按照$3000的市场价来进行就估算，对吧？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这个让美元再多印一点也没事的因为我的资产很多嘛。那么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就这个不是一个提振黄金的一个新闻虽然很多人这么解读但我不这么看。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川普他发推或者说他这么说，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提振美元，对吧？因为就是美联储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他不会就是说川普他发一个行政命令，他说我要你估值按照这个估，美联储就会听的，对吧？你只能以一个商量的方式去这么操作，但我大致认为美联储是不会听的川普发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他想跟大家看就吸引大家注意力因为作为普通人，就像我们或者说你们知道黄金就美国政府的黄金放在美联储这边估值是按照$40一盎司估值吗？不知道，对吧？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看了这个新闻我才知道原来它估值是这样的。但是作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说那些大的投资的机构我认为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对吧？他们应该是关注这个东西，他应该知道就是美国确实是有多少资产，按照什么样的估值来算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在估算美国的资产的时候或者说就是美元价值或者说美债什么的，他们已经会按照一个反正不是按照$40这个一盎司来进行估值的，对吧？因为他们肯定会算在这个里面。第二点呢，我觉得川普其实他无非还是想吸引大家，就普通人，就像我们这些人他说你看我很懂经济对吧？我发现了这个美元我发现这个美元资产这个黄金，我们的黄金被低估了，对吧？你看之前的这些人怎么都没有发现他们都是庸才我是个天才，我懂经济我觉得他无非还是就是要首先让大众吧就提升对美元的信心。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个还是要让自己就是表现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不会成为一个真正依托或者说真正能够提振美元的一个不是提振美元，就提振黄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提振黄金呢，我觉得有几点，一个呢是就是俄乌战争，对吧？那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真的是在一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并且它随时可能我觉得带领黄金大跌第二个呢，就肯定是各国央行对这个黄金的储备，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央行买了很多黄金那么中国央行肯定是想就提升自己人民币的影响力，包括人民币的信心，是吧？还有就是摆脱对美元的一些依赖嘛，对吧？因为它等于是对冲了他买黄金就等于是这个资产表示你看我央行都加持我为什么不多加持点美债，对吧？表示我对黄金的信心更好，对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是一个提升黄金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是如果就是真的一下子停战了导致黄金大跌了，那会不会还继续增持呢？这个要看了，对吧？因为谁都想买到更便宜的黄金，是吧？就是这个东西拼命涨的时候大家有可能会去涨，或者说作为一个央行来讲
他们有可能会规律性的去购买。但是如果一旦市场变了，那有可能大家就要去观望，是吧？就每个人都要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去买，对吧？好吧，这个是我对黄金的一个看法啊。像原油吧，这两天那个我关注的那个双倍原油啊，都已经涨到接近快100了啊。我觉得它还是会继续涨的啊，就可能在俄乌战争真正的停战以后一个阶段啊，我觉得可能有回调，不然我觉得它会一直会去涨啊，不是原油，是天然气啊。我说了半天，不好意思啊，就天然气啊。那个股票的话，英特尔昨天是跌了一些啊，有回调。我觉得如果说未来像哪些又比较稳妥啊，又会重新跟美国伟大的值得投资的一些内容呢，我觉得像现在这个，比如说像波音啊，像美国的一些石油股票像这个英特尔也是的，对吧？就美国的一个门面性的这种股票，未来都会获得比较好的增长啊。虽然这个大家不要看这个波音现在那个什么飞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这个其实这些事情过去也有只是关注点，对吧？可能就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关注这个事情了。那也是就这个阶段呢，导致这个股票是被低估的。但是波音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飞机制造公司，对吧？并且它的这个，如果说川普他有能力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波音肯定像这种股票，它肯定是权重股都会再起来的我这个不是投资建议只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好吧？那我今天想说的重点呢，就是我觉得未来就是黄金不是黄金，未来这个全球的股市都会迎来一个增长包括中国的因为中国现在如果未来停战了那中国的这个股市的概念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机会当然这些股我也说了，我之前视频都说过可能还是得跟全球有一些联系的比如说那个像什么小米这种，对吧？就是说它也是进入全球市场的领域的你说一些什么整形美容的这种股只是在中国国内市场的这种我觉得就没有那些有机会。好吧，那今天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